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22日下午的12点34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昨天出现一个略微的下跌，这个下跌幅度非常小，只有 0.13%。那在这样的下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日线级别道指已经出现了连续7个交易日的围绕阻力线的一个震荡。我们看到本轮道指出现的反弹呢，是周线级别的反弹，已经走出了悟空阳线组、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走完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我们预判道指会回到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过程当中来。那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走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回调，但是这轮回调呢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预判后面的行情当中会有这样的下跌，同时呢，如果发生4小时到日线级别的下跌，会让道指重新回到下跌通道上来。我们看到之前行情当中已经产生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下跌通道，如果道指发生日线级别下跌，会重新回到下跌通道，最终呢道指会发生什么呢？会发生一个平行式的对称式的涨跌。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20年的行情当中出现了一波急跌，这波急跌呢是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发生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对等的平行式的下跌还没有产生，所以呢未来行情如果道指重新回到这个下跌通道中来之后呢，我们认为会有一波急跌的行情发生。那么行情呢会随着很多信息面的东西产生。那未来呢，我们在12月份可能会面临美股的美国的重新加息再次加息可能是会加75个基点。那很多利空消息会在12月份到来。同时呢从昨天开始是一个世界杯的一个周期那在世界杯的周期里面大多数金融产品的热点呢都会涌向世界杯的行情上来，而美股和这个比特币的行情会走得更弱一些。所以呢在未来12月份11月底和12月中旬这段时间是美股和比特币的一个下跌的急速下跌的一个时间点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注意。然后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上来，我们看到比特币在形成3次波谷之后出现了一个急跌，并且建立了一个新低，这个新低15487非常接近前低这个15588非常接近，但是这个位置上还是容易出现一定幅度反弹。为什么说容易出现一定幅度反弹呢？因为行情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它仅仅出现了3次波谷，那么这个位置上诱空的概率就比较大。虽然行情整个趋势是下行趋势，但是在下行趋势当中在这个横盘震荡当中容易出现这样的这样的现象就是容易出现左低左高右低这样呢诱空诱导空头不断的在低位进场之后，然后同头绞杀。那在这样的结构呢，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很多次会看到这样的结构比如说上轮日线级别的行情当中从这个3万点到17665这个低点建立之后它反复的不断的触及这个低位产生诱空行情。但是呢行情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它反复经历了反弹，这轮这个反弹呢经历了3次，分别是 43% 的反弹、23% 的反弹、18% 的反弹3次反弹，同时呢形成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发生下跌符合了我们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那么这轮行情呢同样的事情正在发展。我们在行情的底部也就是15588这个低点出现之后，我们看到了第一次波谷出现了，第二次波谷出现了，第3次波谷出现之后它出现了一个新低。这个新低呢它没有继续往下走，就有机会发生反弹，重新回到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来。同时呢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它的一个结构呢是一个小的是一个小时线的结构，所以呢它的运行时间不会很长从这个第一次的低点建立至今刚刚过去了12个交易日，那12个交易日还没有走完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呢我认为它会形成连续的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然后再
对这个多头进行绞杀。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仍然有反弹的可能性啊，仍然有反弹的可能性。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位置上一定要注意的是啊，在熊市当中一定要不断的建立空头仓位啊，不断的建立空头仓位。那么这个位置怎么建立呢？首先呢，你要有一个观察仓，这个观察仓呢会让你和行情和比特币的行情产生一定的联系。这个观察仓呢是你和行情之间的脐带。有了观察仓之后，如果发生反弹，那么上方的阻力位就是我们要找的位置。我们看到了几条均线已经粘合在了一起啊，这两条均线呢分别是1440均线和1690均线啊，这是小时线的均线系统。同时呢，波峰连线也在这个位置，大概位置是在16500美金附近。那么我们布局的位置就是在反弹过程当中啊，在16500美金附近布局第二个仓位啊，这是继观察仓之后的第二个仓位啊。第二个仓位建立之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波动啊进行不断的进场加仓我们的空单。那么我们的目标位啊，前面行情当中已经给出来了。本轮行情在11月初已经走出了悟空阴线啊，这个悟空阴线是周线级别的，那么后面就有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那这轮行情我们判断就很简单了，如果出现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我们的目标位就是在10500美金附近，同时到达10500这是我们的一个本轮熊市行情的一个第一轮终极的一个目标位原因是本轮行情高点是在69000美金，69000美金乘以 0.15 就是10500这是一个接线公式每轮的熊市，比如说15年的熊市、18年的熊市它的最大跌幅都是 85%， 那最大跌幅 85%用1减去 0.85 之后就等于 0.15， 那么我们用高点位置69000美金乘以 0.15 就得出了我们本轮行情的一个低点。熊市的低点大概是在10500美金附近。那么目前到这个15000美金这个位置上呢，你现货呢在这个时间点是可以缓慢的布局你现货也可以布局一个观察仓，然后逐渐随着行情逐渐走低呢，去加仓这个自己的筹码这个和空头方向是相反的。空头方向你是随着不断的反弹去加仓自己的空头仓位，那么现货是随着下跌左侧交易的话，随着下跌不断的补充自己的多头仓位，补充自己的现货仓位。那在行情当中非常简单，只有这几点一个是趋势，一个是位置，再一个是控制你的仓位那么趋势呢，目前是一个下行的趋势，行情要有走出这个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这个趋势。那么位置呢，我们刚才给出了当前的震荡呢，它是一个小日线的震荡，所以呢，你要调到小日线级别去观察。小日线呢，最重要的一个压力位目前已经看到了分别是1440均线、1690均线和这个波峰连线构成的，位于16500美金附近所以呢，16500美金附近是可以补充空单的一个位置。那么仓位呢对于空头来说要慢慢的布局你的仓位，同时呢控制你的杠杆倍数有必要的情况下每一个仓位同时呢进场的同时呢都要设置一个止损，这样呢保证你的本金的同时会跟着这轮行情，这轮熊市行情获得你趋势上的最大的利润。当然了，对于现货对于多头来说，你要耐心等待低点不断的产生，那么最终的低点呢会接近10500，但是它是一个范围，是一个区间，同时底部最低点的位置，那个位置你不要幻想你本人可以最终抄到这个点，这个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呢，我们要进行范围打击，去迎接八面来风不是借东风东风呢这只是一个方向的风，你借八面来风多好这个都是顺风顺水的，八面来风都是会成为你风帆上的动力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中国帆一样它的动力就源于八面来风，所以它的速度是最稳定的。虽然它不是最快的，但它是一直最稳定的。那我们在行情当中怎样借八面来风呢就是要坚持好你的方向，你的方向是刚性的，你做多头只做多头，做空头只做空头，不要做两头蛇方向确定的同时要借八面来风，要把自己的仓位打散之后根据这个位置的变化不断的进场你的仓位，最终呢在这个熊市底
底部啊，比如说你是多头的话，在这个熊市的底部啊，抄到大底，抄到这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那么在下跌过程当中呢，你如果是空头的话，你在反弹过程当中不断的补充你的空单，最终呢获得下跌趋势当中的利润。所以呢，借八面来风啊，不要单独去赌一个点位啊，这样在一个点位上你进场非常容易去动摇你多空方面的信心啊。就是如果没有仓位的话，他的心里面也是会很慌的。所以呢，你和行情首先要建立一个期待，你要有仓位，同时呢，根据行情的变化去补充这个仓位，借八面来风，最终呢，成就你的财富梦想。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在这个压力线的压制下啊，已经不断的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并且在昨天呢打到这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呢大概位置是在 0.068 啊。注意啊，我们看的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那这个支撑位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支撑位呢是从牛市行情当中去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焦点位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那么意味着啊，这个支撑位如果一旦跌破的话，行情会走出什么呢？会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同时呢，在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上，我们看到啊，悟空阴线啊，在前几周，在9月份已经出现了，后面的 K 线呢都是干扰性的 K 线，那么最终呢，它会形成一个悟空阴线组，也就是由悟空主阴线和后面的干扰性 K 线，也叫妖怪 K 线产生的。那悟空 K 线走出来之后，会走八戒阴线，走沙僧阴线，走唐僧阴线，最终呢会形成一个周线级别的急速下跌，这就代表了啊，以太坊对比特币会有个加速下跌的过程。同时呢，这个轮的下跌呢，会平行于5月份的这个极端的下跌的行情，最终呢，以太坊对比特币会走出一个加速的下跌。那么回到以太坊本身的结构上来，我们看以太坊本身啊，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了对于周线级别啊，我们先看一个大的时间级别啊，已经走出了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那么现在呢正在走这个沙僧阴线啊，正在脱离八戒阴线组的势力范围，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啊，最终呢，以太坊会和 USDT 的交易对会走出一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同时呢，我们之前给出的一个目标位啊，1100美金又重新到了之后呢，我们看日线级别，呢，我们看到横盘震荡啊，突破了一个波峰连线形成的弧形的阻力区间，突破之后呢，分别突破了一个波峰连线啊，红色线5月份波峰连线啊，连过来位于1400美金阻力位。然后突破了140均线，突破了169均线，最终遇阻于1700美金。这个1700美金呢是4877高点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啊，1700美金到达这个高位之后发生下跌，出现了悟空阴线啊，日线级别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一直围绕这个日线级别的八戒阴线做震荡啊。同时呢，目前这个八戒阴线啊已经坚持不住了，下方很快会有日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产生。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呢，正在验证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啊。这个波谷定律呢是这样的啊，前面行情当中出现了1次波谷、2次波谷、3次波谷和4次波谷，这4次波谷呢几乎是在1100美金这个位置上，所以呢，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很快会有一个急速的下跌。同时呢，这个位置啊，我们看到了红色线啊，这两个红色线波峰连线、波谷连线不断的接近这个焦点位啊，这个焦点位呢是一个发生变盘的一个高概率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如果跌破1100美金之后，行情会出现不断的下行动作。那么以太坊我们给出的目标位呢是260美金，很多人怀疑这260美金是哪儿来的，实际上就是本轮行情高点啊乘以 5%，4877乘以 0.05 就等于260美金啊，基本上是会到达这个位置上的，因为每轮以太坊都会跌 95% 左右。跌 95% 多左右啊！你别看以太坊有这么多利好，但是我依然看空以太坊到200多美金啊，260美金。那么最终会形成什么呢？最终会形成一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到达我们的这个位置
同时呢，目前这个平台会很快跌破，所以呢，做空依然是以太坊的一个主要的获利方向。同时呢，我们在结构当中看到了上方会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大概是在1250美金，如果反弹到1250，加仓我们的空单同时呢，在当前的这个位置上一定要有观察仓或者一定的仓位去为了获取我们空方的未来的到达260美金的这个巨大利润。那么随着世界杯的到来之前世界杯行情的币种纷纷出现了回调动作，但是我们看到CHZ 和 Football 分别同时进入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支撑位Football 这里面看不到这个144均线和169均线，因为它这个波动它是这个合约币种所以呢看不到这个线但是我们看到 CHZ 已经到达了这个支撑线附近所以呢在这个位置 0.17 附近你是可以布局一定仓位的如果随着世界杯的火热呢，还会有一定的热度在这里面，还会有一定的上涨。但同时呢，你要在这个前低附近，也就是 0.15 附近设置一个止损位避免它出现连续的下跌让你的仓位受损，让你的本金受损。这个 CHZ 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同时呢，昨天我们看到SNM 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跌快速下跌。那么这轮行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SNM 它在4小时级别上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性动作4小时级别快速拉升涨了几十倍，涨了几十倍之后到达高点之后，我们当时观察到它的时间就是提前布局了，但是观察到它的这个上涨时间到晚上8点会完整的构成这个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所以呢，在8点钟左右在前天晚上8点钟左右，我们开始离场。同时呢，在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它已经在这个4小时级别完成了一个对称性的涨跌也就是4小时级别上涨对称的4小时级别下跌。4小时级别下跌呢，也完成了悟空、八戒、沙僧、唐僧。这样呢，目前它处在一个横盘震荡的过程当中。那在这个横盘震荡过程当中呢，我们正在寻找它的一个结构它的一个结构，它这个我们要注意看糖是从哪儿甜的，盐是从哪儿咸的底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波谷我们连接过来之后可以形成一条直线。那么上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小日线两个波峰连过来形成一条直线，这个走的不是很标准因为它这个我们是要通过非常标准的可以覆盖到很多点的这样形成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我们暂且这么画后面的行情当中我们会看到它的这个收敛会逐渐收窄。那么目前呢是可以进入一个仓位的因为它调整已经超过了90%，我们看到最大调整幅度已经达到了93%，这是一个暴涨之后出现的一个暴跌行情。那么在这样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它的均线系统特别是144均线、169均线、50均线、10均线已经纷纷聚集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呢，我们的止损位就可以设置的非常接近于当前的价格。那么当前价格是1美金，我们可以把止损是在0.95、0.9附近这样呢10%的亏损，我们忍受这个10%的亏损。如果它在这个均线聚合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反弹的话，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利润。当然了，如果行情这个里面出现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比如说突然上涨了30-40%，那么在这个波动大的行情当中，我们会非常明显的看到这根阳线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做右侧交易，就是做标志性的小日线的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这样呢做一个小时线级别的获利过程所以呢，对于它来说，对于高波动的币种来说，我们还有很多技巧在这里面，你要慢慢去寻找，通过不断的实践去发掘这里面的奥妙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网、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在这个主页的右上角也有这个链接同时呢，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加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